特拉法加罗会被干掉吗？霸气和恶魔果实到底谁更强？大家好，我是朱爱本。最近海贼王最终章的剧情明显提速，偶尔还会开车发福利。1063话就用女版特拉法加罗，让各位读者大饱眼福了一番。当然，本话的看点还是在两场冲突中，邪恶的黑屋子正在朝着最终 BOSS 一路狂飙。黑屋子海贼团真正的目的终于在1063话中揭晓。当年在愚人岛篇，盛平就说过，黑屋子在2年间到处狩猎能力者，为了获得更加强大的恶魔果实力量。这个藏了10几年的伏笔，终于在本话让我们见识到了地奇狩猎的成果：能够传染疾病的病命果实，能够瞬间移动的瞬移果实，以及能够获得怪力的莉莉果实。他们的拥有者都是当初黑屋子创业团队的班底：毒 Q、方奥卡以及巴杰斯。之前在德雷斯罗萨，巴杰斯曾经为了争夺烧果实，参加了斗牛竞技场，被萨博暴打一顿。后来趁着王路飞虚弱，又想把他干掉，拿走香蕉果实，结果又被萨博暴打一顿。可以推测，至少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巴杰斯还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毒 Q 和方奥卡也很可能是在2年间获得的能力。罗的话里暗示黑团主要干部都获得了相当离谱的恶魔果实力量，他们悬赏金的飙涨也正因为此。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957话时，海军给黑屋子的悬赏金还是22亿4760万贝利，时间点是在鬼岛决战前。而在1059话时，黑屋子悬赏金已经提升到了39亿9600万贝利，短短几周时间，黑屋子悬赏金飙涨了10几亿，说明路飞在和之国的这段时间，黑屋子借着圣地事件之后的混乱，大肆劫掠了一番，又拿到了几个强大的果实。汉库克也曾经是他的目标之一。那么算上这次新出现的3个能力，黑屋子海贼团目前主要干部中只剩下阿巴罗、皮萨罗、圣胡安二郎、巴斯克、乔特，还没有明确具体能力。而早期登场的拉菲特，从他能用双翼飞行的特点来看，很有可能是某种动物系能力者。1063话更新后，基本上就给黑屋子海贼团定性了，这是一个从船长开始就以狩猎恶魔果实能力来不断增强实力的邪恶团伙。相比之下，凯老师的果实都是人造的，还都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他真的我哭死。在与特拉法加罗的这场遭遇战中，毒 Q 等人算是重新完成了一次登场，交代他们的最新战力。仅从能力效果而言，也非常契合他们各自的特点。海贼王中的角色都有相对稳定的战斗模式，属于人设的一部分，不会轻易改动。就算是吃下了烧果实的萨博，他的战斗方式依然是以龙爪拳加大铁棒为核心。所以黑团吃下恶魔果实的人，也相当于在他们原有的战斗方式上继续延伸和增强。病命果实能够传染疾病，并且疾病的类型似乎是能力者可以控制的。毒 Q 是黑屋子海贼团9号船船长兼船医，早期登场的时候就拿着一筐爆炸苹果，专门坑害运气不好的家伙。这个角色给人一种将生命玩弄于股掌间的感觉。现在他用病命果实制造出来的怪病，也颇具黑色幽默。高情商说法，尾田创造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疾病，能让故事更加有趣。低情商说法，尾田就是为了卖特拉法加罗的新手办。病命果实与麦哲伦的毒果实、伊万科夫的荷尔蒙果实相比，虽然效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能力逻辑差别很大。毒果实制造出来的是纯粹的剧毒，没有花里胡哨的效果，所有招式都是为了将对手干掉而生，有着极强的杀伤力。荷尔蒙果实则是通过控制荷尔蒙，从而改造人的身体，实现各种效果、治疗或是攻击。被这个能力改变的性别似乎是永久有效的。这里又要 Q 一下克洛克达尔。而病命果实的重点在于传染疾病，是一种异常状态，并且可以被治疗。疾病也有许多种类，如果连变成女人的病都存在，那这股能力的想象空间就非常大。乌索普经常说的，得了一种不能上岛的病，说不定用这股能力就能变成真实。所以这颗果实很可能并不只局限在干扰对手，说不定还能给己方加 buff， 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毒 Q 在拥有这个能力之后，相当于掌握了无数种疾病。他与立志成为万能药的乔巴真正成为了宿敌。乔巴很可能最后会一一破解毒 Q 的怪病，彻底征服疾病，成为万能药。比较离谱的是，毒 Q 的坐骑壮壮也吃下了一颗果实，虽然名字叫壮壮，但他一直以来都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总感觉下一秒就要挂掉。但事实上，他曾经扛过艾斯的火焰、麦哲伦的毒液以及战国的大佛冲击波，相当顽强。他本来就是一匹马，吃下天马果实后，只是增加了翅膀，有了飞行能力，依然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说到天马，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空岛篇出现的另一匹天马——冈弗尔的坐骑皮耶尔。它其实是一只鸟，吃下了玛果实的普通形态，所以也成了天马。在长相可爱这方面，两匹天马不相伯仲。毒 Q 加壮壮的组合，也莫名让人感觉像是天启4骑士中的瘟疫骑士。再来看瞬移果实，能够瞬间将物体传送到远处的能力，应该也属于超人系。方奥卡是黑屋子海贼团3号船船长兼狙击手，外号音乐，意为超音速。初登场时，漫画中并没有详细解释这个外号的来历，只知道方奥卡有着极为强大的狙击术。作为一名狙击手，最擅长远距离攻击，最害怕近距离战斗。而瞬移果实的特点，恰好能够让一名狙击手扬长避短，发挥出更强的实力。这个能力不仅可以让方奥卡随时转移位置，还可以让射出的子弹在瞬间击中对手。方奥卡真正成为了音乐。瞬移果实的传送效果，再来看和罗的手术果实有点相似，但后者的移动是通过交换2个物体的位置来实现的，并且受限于论的范围。瞬移果实则没有这个烦恼，
如果未来乌索普要击败这么强劲的敌人，除了内分在战斗中虚虚实实的谋略外，已经觉醒的见闻色霸气将会是关键。最后是莉莉果实，能够赋予战斗者恐怖的怪力。巴杰斯是黑屋子海贼团1号船船长兼舵手，外号格斗冠军。自登场后就是一直是大力士的形象，曾经将整座房屋砸向艾斯，而这一次他轻松地举起了整座山，然后砸向特拉法加罗，不按初心了属一世。巴杰斯所有的招式都与力量有关，莉莉果实可以说是完美契合人设。不过也有不少小伙伴质疑，海贼王中拥有怪力的家伙那么多，莉莉果实似乎有点普通。别的不说，帝奇曾经的伙伴白鹭子海贼团中的钻石乔兹也拥有着恐怖的怪力。其实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鬼岛决战中人均烧烤果实的现象差不多，有些基础属性强者们都会具备，但是恶魔果实赋予的能力往往要比科技加持、种族天赋、后天锻炼等等来得更加强大。评价莉莉果实，高端的能力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表现方式。力量是每个强者都必须具备的基础属性，而巴杰斯相当于通过果实把自己的力量点满了，纯粹比拼力气，他将鲜有对手。未来圣平和巴杰斯交战的时候，将会是一场怪力大乱斗，格斗冠军 vs 愚人空手道奥义，力量与力量的正面硬拼。不难看出，尾田其实已经在给未来的决战铺垫了。但是本话还出现了一个 bug， 罗用霸气解开了毒 Q 的能力，这就给霸气和恶魔果实的高下之争又添了新的柴火。霸气和恶魔果实到底哪种力量更强大？自从霸气这个设定出现，海贼王的战斗体系就进入了一种新的平衡。曾经无敌的自然系能力者身价暴跌，霸气能够抓住自然系元素化的身体，成为一种能够克制他们的力量。所以从一开始，霸气的设定就给人一种能够克制恶魔果实的感觉。而在进入新世界后，霸气的力量成为一种分水岭，是鉴别强者的关键要素。最初在庞克哈萨德，特拉法尔加罗与海军 G5 交手，字幕格就让达斯奇退下，理由是他的霸气无法抵挡罗的切割。后来在最后的对决里，威尔哥化身魔鬼肌肉人，全身武装色霸气硬化，自信满满想要扛住罗的斩击。明哥还在电话那头疯狂毒奶，结果还是被一刀两断，非常尴尬。这两场对决都说明了，除非有足够强大的霸气，否则无法抵御恶魔果实的影响。达斯奇和威尔哥的霸气就逊色于罗的果实能力。后来到了鬼岛决战，四皇 vs 最恶劣世代，记得想让罗用能力将其中一名四皇转移走，但罗表示自己无法做到，因为对方的霸气太强。毫无疑问，凯多和大妈的霸气远超达斯奇和威尔哥，但这里的霸气并没有具体指武装色或是见闻色，凯多和大妈也没有明显表现出使用的哪种霸气，更像是指霸气的总体水平。毕竟霸气原本就是一种气势的力量，在整场战斗中，罗的转移能力只能转移其他事物，始终无法影响凯多和大妈。而现在的1063话，罗在危机中回想起了这场与四皇的战斗，也试着用霸气去克服恶魔果实的影响。作为三船长之一，31人头的实力，霸气水平超越毒 Q 的能力也是很合理的。在罗恢复身体的一瞬间，身上爆发出了白色的闪电，区别于霸王色霸气的黑色闪电，也是一种新的表现效果。如果将这前后几处剧情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尾田通过特拉法加罗的成长刻画，逐步完善了霸气能够抵御恶魔果实影响，让能力失效这一新设定，也算是再次肯定了凯老师的那句话：唯有霸气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罗杰不是能力者，但靠着强大的霸气登顶。尾田一直将霸气作为平衡恶魔果实能力的重要力量，现在明确了霸气可以让能力无效化。之前一些镜头也有了新的解读，比如顶上战争尾声，香港斯一剑拿下赤犬的岩浆拳头，是霸气的力量抑制了自然系的元素化。又比如大妈魂魂果实的灵魂皱纹，为什么不在战斗中使用？也许正是因为能有资格与他交手的人，霸气也足够抵御这种招式。不过这个新的设定也引起不少疑问，之前许多剧情看起来都会有 bug， 比如被砂糖的童趣果实变出来的玩偶，为什么不能够通过霸气摆脱影响？被汉顾客的甜甜果实石化的生物，能不能通过霸气解除？为什么大妈无法摆脱基德的磁力？又为什么凯多会被路飞的能力影响，脑袋变成橡胶？还有终极套娃问题，黑屋子的暗暗果实能够让恶魔果实无效化，那么能力者能不能用霸气让暗暗果实的能力无效化变得无效化？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尾田怎么也得在 SBS 里整个万字论文才能收场了。大家的困惑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两个设定的矛盾点。如果霸气能够让恶魔果实无效化，是不是意味着恶魔果实不再重要了？从目前已有的细节来看，我们还是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霸气和恶魔果实的克制关系，主要看两个条件：一是被能力影响后还能不能发动霸气；二是看霸气的强度能否超越恶魔果实的强度。第一个条件其实就能回答很多问题，比如被砂糖变成玩具后为什么不能摆脱效果？因为砂糖在玩具身上留下了契约，他们只能按照命令干活，身体不受自己控制，没办法反抗，这样也无法像罗那样憋霸气。甜甜果实的石化也是相似的道理。而第二个条件则像是一种实力比拼，霸气能够通过锻炼提升，恶魔果实也可以不断开发，但双方交手时，通过衡量这两股力量的强弱，决定是否会被恶魔果实影响。所以霸气和恶魔果实之间没有绝对的强弱，关键还是看人。以鬼岛决战为例，三船长最后都觉醒了自己的能力，罗可以用 Chrome 击穿大妈的身体，基德可以给大妈的身体赋予磁力，路飞可以将凯多的身体橡胶化，都可以认为是他们的能力觉醒后，已经能够超越四皇的霸气防御产生效果。所以这个设定其实也是尾田给漫画留下的空间，在恶魔果实与霸气这两种力量的攻守之间，
强者们的对决有了更多可能性，能玩出更多的花样，战斗有更多的戏剧性，少一点绝对的强弱。而作为我们读者，其实无需太纠结，看得开心最重要了。特拉法尔加罗会不会被黑屋子干掉？1063话留下了最大悬念，即是这场红星与黑暗的遭遇战。罗虽然硬是靠着霸气解开了病果实的影响，但面对强大的黑屋子海贼团，他的胜算相当低。红星海贼团也是3巨头中实力相对最弱的一个，除了船长罗以外，出镜率最高的就是悬赏金500倍里的贝波，剩下的夏奇、佩金、强巴鲁等人都没什么存在感。罗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工作，不得不说，在带团队这个方面，他还需要跟另外2个笨蛋学习一下。回到这场战斗，开场黑屋子直接从海面发动能力往海里炸鱼。这个镜头中出现了与霸王色霸气非常相似的黑色闪电，从形状、数量和方向来看，与真正果实撕裂空间的效果不同，所以很可能是地奇在发动能力时附带了霸王色霸气，就像路飞暴打凯老师时一样，橡胶都带上霸王色的闪电。如果假设成立，那么黑屋子在追击潜水艇时确实没有留情，一出手就是必杀。毕竟在大海中，潜水艇一旦下潜到足够的深度，其他攻击很难奏效。为了炸出这条大鱼，地奇震动了整片海域，所以下一个镜头我们看到了潜水艇弯曲变形，这次受到了巨大压力，船舱内开始大量进水，只能被迫上浮。最后罗不得不带着伙伴们登陆岛屿。由于对手拥有瞬移果实这种追击无敌的能力，红星海贼团也不可能逃走。黑屋子算是彻底堵死了红星海贼团的退路，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只能一战了。而在罗面前的结果并不多。第一种可能，红星海贼团大爆发战胜黑屋子海贼团，但在实力差距面前，除非罗拿了主角剧本，否则几乎不可能做到。第二种可能，罗败给黑屋子海贼团被干掉，就此退场，这种可能性也不高。尾田给罗叠了很多 buff， 他身上带着见证历史和地质一族秘密的主线任务，也是必须到拉夫德鲁的人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哪怕是真的要退场，也要安排一个大事件，不会轻易交代在这里。第三种可能，罗败给黑屋子海贼团，全团被俘虏，像科比一样被带去蜂巢，但是黑屋子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罗手中的路标踏本，直接将红星海贼团击溃就能得到，就算是想要顺便夺走手术果实，也没有将他们俘虏的必要。按照黑屋子的性格，东西到手后将全团干掉的可能性更高。那么就有了第四种可能，罗无法战胜黑屋子海贼团，但是有第三方介入，暂时中断了这场战斗。这就要提到罗所登陆的这座岛屿，之前在合诸国起航时，三船长分别选择了一条路线，罗选择的是最快的东北方向。本话中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应该是一条相对常规的路线，所以黑屋子才料定3个船长中一定会有人来到这座岛屿，提前在这里埋伏。既然是常规航线，也就意味着这座岛屿不会是无人岛，岛上一定有其他人在。在巴杰斯搬起整座山后，如此惊人的动静一定会引起岛上的注意，参与到这场争斗中。虽然目前我们无法判断这座岛上究竟有什么人存在，但他们将会是影响战斗结果的关键因素。按照这条线索，接下来的剧情发展有可能是这样：在罗与黑屋子海贼团激战的过程中，神秘势力出现，中断这场战斗。黑屋子海贼团无法将罗击溃，于是劫持了他的同伴作为人质，要挟罗将路标历史正文的踏本带到蜂巢，以交换伙伴。这样罗接下来的故事就能够与蜂巢产生联系。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其实正是因为在最近几话中，尾田一直在将故事线往蜂巢岛上收拢。罗与黑屋子遭遇后，虽然之前的科比、洛基港事件的关键角色们，除了王子以外，已经全部登场了。安排这3个老熟人重新碰面，再加上正准备去营救科比的贝鲁梅波，逐渐把这些角色与蜂巢岛联系起来，来为下一场冒险铺垫。而黑屋子与罗的对话里，透露出他已经知道了路标的秘密，甚至有可能已经得到了其中的某块踏本。再联系到本话扉页故事中被劫持的夏洛特·布林，能够将整座巧克力镇冰冻，然后把克利架击败的角色，目前漫画中只有青雉可以做到。布林是特殊的3眼珠，能力觉醒后可以解读历史正文，这也许就是青雉这次行动的原因。目前已经加入黑屋子势力的青雉，很有可能就是按照黑屋子的指示而来，跟着青雉一起行动的另一个黑影，可能就是最近几话中还没有出现过的黑团干部溪流、皮萨罗或者拉菲特。如果黑屋子的计划顺利，那么他争夺海贼王宝座的进度将会大大提高。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1054话，红发第一次展露出争夺One Piece的意志，也许他已经察觉到了黑屋子的动向，这2个真正的宿敌未来必有一战。有意思的是，红发海贼团离开合诸国的几天后，3船长出航，又过了几天，路飞来到单间岛，罗遇到黑屋子，也就是说，如果红发海贼团还在这片海域游荡的话，很有可能还会再遭遇3船长中的其中一人。排除路飞的话，基德和罗都有可能遇到。接下来剧情的速度似乎越来越快了。最后再来聊聊单间岛的冒险。路飞等人与警卫熊的这场冲突，其实也暗藏了不少细节。首先，警卫熊攻击路飞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使用机器都没有花钱。但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无人烹饪机还是自动换装机，都不需要有任何支付就能够直接启动，说明在这个未来之国里，人们使用的货币也是非常超前的。那些默默走掉的研究员，也许就是这个国家的居民，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货币，用来支付各种设备的使用费。这也许是贝加庞克给这座岛屿构建的规则，加速单间岛的科技研发。而初来乍到的路飞等人，显然啥研究成果都没有，吃的越多，霸王餐的罪行就越重。有意思的是，贝加庞克5号代表豹的阿特拉斯
既没有阻止路飞他们的行为，也没有展露出对他们的敌意，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而维护治安、惩戒罪犯的工作就交给了警卫熊。他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并不需要贝加庞克额外下令。从战斗力来看，警卫熊应该要比2年前的和平主义者更强，但没有露娜里亚族的特点，所以应该逊色于赤天使系列。他连续几发激光炮，虽然威力都很惊人，但最后面对波尼的那一击，直接把弹线岛一侧的海岸炸毁，威力远超之前的攻击。如果再联系到上一个镜头，路飞想要营救波尼，但熊女已经射出激光，路飞似乎有点赶不上了。这两处线索暗示着，最后这一击爆炸并不是警卫熊的攻击造成的，救下波尼的很可能另有其人。他在情急中把警卫熊破坏了，引发了一场剧烈爆炸。这个神秘人可能就是另一个贝加庞克的分身。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弹尖岛下层因为这场爆炸而被破坏，同时失去了警卫，接下来陆基小队的入侵将会变得更加容易。而路飞在知道波尼和大雄的关系后，相信也会伴着恩人之女一起去找贝加庞克，距离大雄的秘密揭开越来越近了。以上就是海贼王1063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尔本，下期见啦。